上回4月的法说会，大家还在热烈讨论台积电是怎么把地里制造的灵活性变现成价值定价，硬扛海外厂的利润稀释。说真的哦，当时魏哲家抛出晶圆代工 2.0 这个词的时候，一堆人还以为这只是一套用来包装地缘政治的行销话术。但是看过今天刚出炉的最新云印数据，我们才惊觉，哇，这根本不是什么修饰词，而是一场底层商业模式的彻底大重构。你想想，台积电打破了自己称霸将近40年的纯代工规则，硬是把封测、光罩全拉进来，重新定义了代工 2.0。为什么要这么做？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以前做的是单一晶片，现在客户要的是系统级整合，用前端的 N3、N2 甚至未来的 A16、A14 当做大脑，后端的CoWoS 跟 SOAC 来做包装。这不只是做零件了，这根本是掌控全球 HPC 算力的系统指挥家呀。那如果切换到财务评价模型来看呢，这就是把供应链的韧性直接包装成溢价服务，可以说是定价权最极致的展现。当摩尔定律在 2D 平面上越来越吃力，转向 3D 系统级整合就是唯一的物理出路。第一部分，我们直接来扫描一下这座帝国的全景图，还有它转投资的动态配置。我们把视角拉到全球的实体产能上，你看这个台湾核心全球扩张的版图，里面的动态调整超级剧烈。2026年5月，台积电处分了世界先进大概 8.1% 的持股，一口气套现了632亿台币，这步棋很精明啊。在代工 2.0 的架构下，主动战略退却，把高度商品化的成熟制程交给伙伴，资金火力全开 all in 2奈米 A16 跟先进封装。你再对比一下海外扩张的猛烈程度，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总投资额已经疯狂上修到2650亿美元，未来要盖整整10座厂，熊本2厂也直升3奈米。不过别担心，台湾绝对还是最核心的大本营，这里有高达 85% 到 90% 机台共用率的 GigaFab 从级效应，这才是调度全球产能真正的底气。接着进入第二部分，创纪录的640亿美元资本支出与获利巅峰。在全球板块重新划分之后，我们迎来了这一份强悍到令人窒息的2026第二季财报，单季 EPS 达到 27.25 元，跟去年同期比直接暴增 77.4%， 毛利率更是喷上 67.7% 的历史高点，全年营收指引甚至还2度上跳。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完全就是算力大爆炸， HPC 营收占比已经冲上 66% 了，现在的代理型 AI 已经从单纯被动的查询转向自主的行动回圈，导致 token 消耗量是指数级喷发的。就像法说会上形容的，这个运算需求真的是疯狂且无止境，甚至连带让资料中心里的 CPU 都跟着复活了。为了吃下这无止境的庞大需求，管理层敢把2026全年资本支出一举调高到600到640亿美元的天价。这是一场极度精密计算过的豪赌。你拆开来看， 70% 到 80% 的资金全部砸进 N2、N3 还有 A16 这些先进制程，剩下的1-2成去填补先进封装的缺口。支出规模虽然吓人，但因为营收爆发的更猛，资本密集度居然还能维持在 30% 左右的健康水准。公司不但没被资本支出压垮，还能把第一季股利调升到 7.0 元，全年预计至少发个23到24元，这财务纪律真的没话说。来到第三部分，我们来聊聊AI 算力的无形天花板。你可能会问，既然 AI 需求这么疯，那营收为什么不直接翻倍？其实是实体的物理拼金卡住这头利润巨兽了。我们用工程的视角想象一下，现在的晶片制造就像在盖一栋 3D 摩天大楼，底层的 N3、N2 还有进度超前的 A14， 也就是 1.4 奈米，都是这栋大楼的大脑。当我们要对决 Intel 18A 确保技术代差的时候，运算越快，散热跟供电的物理瓶颈就越致命。这时候 A16 导入的超级电轨技术就像是帮大楼盖了一部专用外挂电梯，把供电网络直接移到晶圆背面，让正面专心跑讯号，最后再用 SAR-IC 或是 CoWoS 把整栋楼组装起来。所以你看懂了吗？现在卡死全球 AI 算力的元凶根本不是前端制程，而是后端极度复杂的先进封装产能啊。为了打破这道墙，台积电现在正疯狂推动产能倍增计划，目标是把 CoWoS 年产能冲破1000万片，光是在台湾就要狂盖13座先进厂房。这不只是扩产而已，这根本是一场毛利防卫战。
你要知道，海外建厂预期会吃掉2%到4%的毛利。为了对抗这个高成本黑洞，台积电极度依赖台湾本土的供应链，特别是做 SoIC 这种3D 堆叠的时候，出错的风险已经从以前的坏掉一颗晶片，变成毁掉整叠超贵的晶片。这时候，台湾本土的材料与故障分析供应链，像是宏康、泛全这些公司，就成了确保良率、死守毛利率底线的关键前线守门员呢。就像市场常说的 ，The market can turn from sunny to a storm in a second。听完刚才从晶圆代工 2.0 的价值定价，到卡死全球 AI 算力的实体产能瓶颈，我们在工厂端看到的是几乎无可挑剔的技术霸权。但接下来我们要切换视角了，从实体的工厂端切换到残酷的市场端。在金融市场里，大晴天跟暴风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当最亮眼的成绩单碰上最挑剔的投资人，法说会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让市场资金瞬间降温的魔鬼细节？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搞懂公司底层逻辑的深度解析。好，我们接着看第4部分，法说大惊喜后的闪崩之谜。财报明明全面超标，利多连发，甚至还2度上修财测，结果法说会一结束，期货夜盘直接下杀1200点，大跌了4.35%，这真的超级戏剧化。从实体营运面来看，产能满载，先进制程按表操课，连 A14 开发进度都超前，根本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啊！这难道真的是 AI 泡沫破裂的讯号？市场到底在怕什么？我们把评价模型摊开来看，引发闪崩其实有4大致命主因。第一， Q2 毛利率虽然冲上 67.7%， 但 Q3 的指引中位数掉回 66%， 市场极度恐惧，获利高点是不是已经过了？第二，640亿美元资本支出带来的折旧巨兽，大家预计2026年折旧费用绝对是高双位数暴增。第三，亚利桑那州追加到2650亿美元的成本深渊，投资人怀疑定价权到底能不能完全转嫁。最后一点最现实，多头主力直接趁机 sell the news 获利了结。但客观来说 ，Q3 毛利率指引下滑，纯粹是因为2奈米加速爬坡，初期的高成本本来就会稀释个 3% 到 4% 的毛利，这是每一个世代交替必经的学习曲线，根本不是什么结构性的崩坏。面对这种波动，长线投资人真的必须沉着冷静，稳住阵脚。第5部分，我们来做台积电2026年的毛利率防线与压力测试。既然折旧巨兽已成型了，那如果下半年云端服务商因为 AI 变现太慢，突然刹车放缓资本支出，这600多亿美元的产能会不会变成超级可怕的闲置资产？毛利率还守得住吗？这是市场最悲观的压力测试情境。但请注意一个大亮点，即便面对海外建厂跟 N2 爬坡的双重夹击，管理层在这次法说会上可是正式把长期毛利率目标从 53% 霸气的上修到了 56% 及以上。他们敢这样上修的底气从哪来？就在于工程跟营运端的多层次缓冲机制。第一 ，GigaFab 里面跨节点，从7奈米到2奈米机台共用率高达 85% 到 90%， 产能随时可以灵活切换，绝对不会轻易闲置的。第二，内部全面导入 AI 工具，光是提升1%到2%的生产力，对台积电这种体量的巨兽来说，就等于每年凭空挤出10亿到2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这直接中和了折旧的逆风，这正是防守那 56% 毛利率底线的最强护城河。最后的第6部分，战略一致性批判，从地缘折价迈向 AI 结构溢价。统整前面所有的资讯，我们真的该重新审视这家公司的估值模型了。它到底还是一个被折旧追着跑的资本密集硬体制造厂，还是已经蜕变成具备高度垄断地位的系统级 AI 平台？从数据来看，它透过价值定价，成功让客户为供应链任性付费，把地缘政治风险硬生生转化成了营收溢价，创造出 Q2 高达 55.6% 的惊人纯益率。技术上，当你包办了最聪明的大脑跟最先进的骨架，全球没有任何一家 AI 公司能绕开这套系统平台。你再叠加一个数据，AI 加速器营收在2024到2029年的年复合成长率已经被上修到 55% 以上了。这意味着，如果市场还在用传统硬体代工厂的本益比来评估它，那可能真的失真了。它现在的获利特质跟技术护城河，其实更接近那些垄断全球的软体或是平台巨头。当晶圆代工 2.0 的版图彻底成型，我们或许该问的已经不是这台机器还能转多快，而是这个世界的 AI 运作到底还能不能离开这套系统平台？这绝对值得大家回去好好深思。